这样看起来又有钱又难搞啊。我们现在是落魄的财阀，还要跑步赶公车。现在是12月9号，第4天的早上7点40分吧。我们现在要干嘛呢？我们要去买猪肉厚松饼堡。好想睡觉。成功买完早餐，我要退房了。我们电车来了。它在慢慢的过来了。现在是熊本的电车公车系统转换期，他们已经上个月开始不能用西瓜卡和那些其他的卡，然后到3月开始新的系统才可以刷信用卡，所以我们现在外地旅客来就只有投币会比较方便。现在到熊本车站了，要去搭新干线。由于我们刚刚不是很确定售票机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们决定来找人力买。我们要的是那一班10点4分开往新大阪的548号。真的买到车票了！卖车票的女士是我在熊本目前遇到英文最好的，就是问她问题，她都基本上可以听得懂，所以很轻松买到了车票。我们的新干线到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到博多啦，抵达福冈，现在在博多站前，现在正拖行李，要前往我们在福冈的饭店。好漂亮，好黄哦！天哪，好美！到了我们今天要住的旅馆 ，Hotel Win International， 它 lobby 在2楼。我们在福冈的饭店，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日本的平价住宿的规模，超小间的，有一点空间跟冰箱。浴室的部分有灯吗？有浴缸，格局也是蛮像的，然后还是有洗发精、沐浴乳跟润发乳。然后楼下有大众浴池，裸汤可以泡。裸汤他们是会给你一个密码纸，然后柜台刚跟我说每天都会换密码，所以如果每天都要泡的话，你就要去跟他拿新的密码纸。早餐是免费的，虽然我不记得我有订早餐放弃，但也许我可能是我记错。我们现在回到博多车站，我们要搭 JR 去那个秋月城基，然后我们要先去一个地方叫基山站，转乘车，转那个叫甘木铁路，然后坐到甘木站之后，要等它的观光巴士上去秋月城基。福冈这里超热闹了，跟熊本那边完全不一样。感觉这个热闹程度差不多京都车站。我们终于回到了可以用西瓜卡的地方了。福冈的规模比它城市的规模比熊本大很多。我们的 JR 到了，我们现在 JR 来到乡下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到基山站，它是一个在佐贺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的车要半小时后才会来，所以我们打算先在这边买一点简单的食物。现在已经12点，然后吃一下在这边等车，不然去那边就是太晚。我们走去便利商店，走去便利商店的路上遇到草莓，妈妈要决定买一盒，498日元，给她500块就好了。我们真的很爱草莓。我们的车已经在这里了，快到甘木站了。秋月城基真的在好远了。抵达甘木站了，我们要来找观光巴士要在哪里搭。这边很乡下 ，very 乡下。这边是车站里面，很小，一个乡下的地方。现在离观光车来还有20分钟的时间，我跟我妈妈就简单在这边野餐，在这边等车。我刚刚去问那个在卖票的小姐，问她说我要去秋月城基要搭哪里？那当然不是这样问，用英文，她完全听不懂英文，但她就跟我比手画脚，指这边。我想说，我觉得是这边，可是我怕我等错，我就开手机相机给她放大，然后指这个，然
哦，是这里吗？他说对。这盒草莓是我们刚刚在基山找佐贺阿嬷买的草莓，在佐贺的阿嬷，佐贺阿嬷，很好吃哦。还好有买。我们的车子来了，我们要准备往山里去。我们到达秋月城基了。秋月城基除了是一个很适合赏枫的景点之外，它在春天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樱花。画面中2排枯枯的树，它其实就是樱花树，所以这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它春天会变什么样子。秋月城基的枫红。很漂亮，很多日本人在这里赏枫。刚刚从旁边这个步道走上来，在远方那边好像他们的一个学校，然后发现上面有一个神社。我们要进去参观一下。很努力，看到神社就祈福。啊，你不是要叮一下？可以吗？不行，好吧，那你就投钱好了。就1块钱。这是靠近他们商店区域的红叶，这边真的无死角。因为要来这边有点复杂，所以我来分享一下。我甚至用 Google 查那个地铁和公车，他竟然跟我说没有路线。我是下载另外的 APP 叫做 Japan Travel， 然后我把它放在这边了。我之前去年来也是用 Japan Transit， 可是我这次用 Japan Transit， 我觉得不好用，它有点不太及时，然后它算出来的路线和搭车方式不是最有效率的，所以我觉得 Japan Travel 比较好。反正我用那个 APP 查，我就查到说我在博多搭 JR 鹿儿岛本线，搭到一个叫基山的站，那是一个在佐贺的站，然后从基山搭甘木铁道。搭到终点就是甘木站，甘木站之后下车，在甘木站等巴士，等这个观光巴士，然后搭巴士上来，就是这样。Google 完全查不到 ，Google 直接给我一条简，就是没有意思，傻眼。回到了最初的甘木站，就是这台车。我们现在终于到博多了，我快累死了。到今天的晚餐点是在博多车站，连在一起的购物中心里面的一间餐厅，它是卖日式定食的，有热的也有冷的。我们在今天晚餐吃饭的餐厅，然后它刚好是在百货公司9楼，可以看窗外，然后就看到很漂亮的街景。我们的食物来了，我点的是天刺套定食，就是天妇罗跟刺身定食。然后这是应该是味噌汤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蒸蛋吗？啊，蒸蛋耶，软乎乎的。然后一些腌制物，白饭跟刺身。妈妈点的是煮鱼套餐。我想说。Hey everyone, we are looking for a supermarket. 哦，这超市已经快打烊了，其实，然后人还超多的，很多人。我们这对神经病母女就这样子，为了草莓，在那边东奔西走的。我们陈女士现在只要遇到可以逛的地方，都精神百倍，走路走超快。我们迅速用5分钟捡了这几样：优格、
草莓牛奶跟石榴汁一大罐。我们要回饭店了，然后饭店前面的那个银杏晚上竟然有点灯哎，超漂亮的。现在的我是洗完脸的我们要去楼下的大众浴池洗澡，希望可以洗得到，听说蛮小的，这样很便宜，这样3个晚上才6800台币而已，然后再加1200日币的对，加1200日币的城市税。现在早上8点55，我们要准备去太宰府那边穿和服。去博多车站的路上没数了，而且今天天气比昨天更好。对，今天拍很漂亮，昨天太暗。大巴士前往太宰府，我们到太宰府了。我刚才车上已经快睡着了，车站在那边，下来精神又好了。这是车站，巴士站跟火车站都在这。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和服店，我已经有事先跟他说我们会迟到15分钟，因为巴士有延误的关系。他就跟我说 OK，Thank you。现在我们走在要去和服店的路上，前面这边白色房子应该是我们的和服店，因为他跟我姑姑看到了一下，没错，就是它，花水木。我们订的原本是这一区含税4950的方案，然后我自己是加价选的这一头是含税要5500的方案。现在穿完里面的衬衣，在等他们换和服，在等他们就是帮我换和服，因为外面还有其他客人。然后换和服的过程不能录影，所以我就口述一下。他就是总共穿了超多层，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层，然后反正超级麻烦的。在发型师在帮我做发型，这是包含在那个方案的费用里面的。我选的是，在这几个里面我选的是盘上去的发型，因为我想要看起来很有钱很难搞的样子，绑辫子看起来很清纯，就不太想。发型师在帮我喷定型力。这边的2位发型师都是男生，他们这边差不多4个员工，2位做发型，2位女员工是帮你换和服的。在帮我整理我的碎发和公主期，因为我碎发很多，我本来还在想说他会怎么帮我好好处理，就他真的很细心的帮我用电卷棒烫卷。我现在看起来真的越来越有钱的感觉。觉得这家很棒，就是我的刘海原本有点高低不齐，然后其实我来之前有喷定型液整理过。他刚还有帮我整理刘海，他用电卷棒帮我烫，然后帮我把喷定型液让刘海看起来是整齐的。就他很用心，他头发不是就是给你做一做敷衍，他是真的把你做得很精致。插上发饰，他帮我选一朵紫白相间的花的造型，两边都有插发饰，好好奇后面长怎样。我们现在是穿着和服出来了。其实我原本以为穿了和服会很单薄、很冷，需要穿羽绒衣，但其实不用，因为它其实里面帮我混很多层。我现在有点呼吸困难，我刚刚打哈欠，发现打不了哈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肚子没有办法长大。应该当个气质的财阀家的小女人。我选的和服造型是红色系的，然后它主色调是红色，副色调是蓝色跟紫色。因为我会一直想要红色系，但我觉得它本来是比较想要红金这种色系，但是店里面没有看到，所以就选这个红蓝。我们到太宰府天满宫了，进来了。我们要配合。他们是在排队跟那个神牛。太宰府天满宫人超多的哎，是我们这几天来的人最多的景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前面就是那个天满宫的，应该就是正殿了。我在这里听到台腔中文的频率跟我听到日文的频率差不多。和服我妈已经进来太宰府天满宫了。它这边长得好 fashion 哦，长得好现代哦，重新整修的。
旁边还有枫叶。走到哪里都要拜拜祈福。非常的慎重。我四弟手伸一点。有比上次抽好，今天是什么？好一点。今天是什么鸡？今天是小鸡，那天是末鸡， OK 就是比小鸡在小。好了，你有成长，有进展。对。现在开始财阀家小女儿情境剧。财阀家的太太在洗手参拜神社，好卡萨。妈妈在太宰府天满宫买了一个绘马。太宰府天满宫是日本的天满宫中的总本社，就像福建道和大社是日本的福建道和神社的总本社一样。这边的规模真的明显很大。这个是太宰府天满宫前的商店街，有很多像是纪念品店啊，还有卖一些小点心的梅枝饼，他们这里很有名，很多家在卖。梅枝饼，红豆呢？对，是红豆哎、它跟梅枝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这边的习惯。现在要搭公车去藏门神社，这个公车大概要搭10分钟。我们到藏门神社了，听说这里已经开始落了，可是是不是开始落代表真的很红了？来这边有比秋月城记更红吗？对，更红。真的很红哎！它叫饱满宫藏门神社。藏门神社，帮我拍，我要走。刚刚没有录影，结果就刷大吉，看来是不能录影的意思吗？谢谢这里的神。藏门神社小小的，但是很多游客来耶，真的很多哎。这边好像主要是求良缘的，就是包括爱情或是跟人的结缘这些。那离开藏门神社了，好。我看上 work。太冷了，真的太冷了，受不了了。好好运动一下。飞奔去赶公车，落魄了财阀家小女儿，落魄了还要赶公车。我们现在是落魄的财阀，还要跑步赶公车。我们要回去环河湖了。我们财阀小短剧的结局就是我们要回归正常人了。我们叫什么？家道中落，而且还要束腰束到没有饥饿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我们还是当凡人就好。难怪人家说减肥要穿束腰。财阀当2个小时就行。Hello， 这里是被打入凡间的财阀。没有，我们换回自己的衣服了，瞬间觉得好温暖呢。刚刚那样单薄的样子，果然是为了美。找到这间拉面店了，炭火，它在车站的对面。这家店，它的叉烧好像有一些会先稍微烤一下，价格是1碗面1400，是比较丰盛，它料比较多。1000是多少？300。来，我来算，因为我最近有然后另外1碗770，它就是只有一块叉烧的，然后还有面这样子，比较朴素的。1400哦。我觉得在日本不太需要有什么名店迷思，就是你不用一定要说很红的店，你就去跟人家排队排的。
就是其实你看那种 Google 评价还不错，或是当地人评价还不错的店，基本上都好吃。这碗是770的豚骨，这碗是1004的黑豚骨。黑豚骨是因为它会炖一些，它会加一些鱼贝啊下去煮，所以它就会比较黑。好感觉，天哪，很好吃哈！而且它是细面，怎么可以？我觉得在日本吃拉面不会排的。有个烟熏味。我们现在搭上他们的地铁，要回国多了。地铁叫做西铁太宰府线。我们刚刚搭太宰府线到药院站，现在药院站转七维线。博多车站的出口有圣诞布置，漂亮的福冈市区。买了2盒伊丽丝尔光速精华的补充，天神的大国药妆，主要是黄跟蓝的，但是我觉得这家不贵啊，其实3个人的3杯。